哥，达哥，你昏昏沉沉睡了2天了耶，起来吧，睡太多，脑袋会缺氧的哦。哎呀，大狗熊，你怎么变成那么温柔啊？还咿咿哎哎啊啊！你很坏嘞，什么大狗熊？以前你是叫人家小甜甜的哦。小甜甜，哇，哦，你是谁啊？什么我是谁呀？你看清楚啊！来，喂你吃蜜糖。哦，甜甜。哎呀，人家比较喜欢你叫我小甜甜呢。 No way！你早就从小甜甜变成大苦苦了，我看见你就苦啊！讨厌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看清楚啊！你不喜欢吗？怎么样？我有没有让你想起谁？有，让我想起那巩俐，哎呀，不要啦，他那么老，是巩俐演白骨精的时候啊。真的很快嘞。人家都说我像全智贤。全智贤是谁啊？全智贤你都不知道，韩国的大明星啊，来自星星的你，陈松伶，怎么样，像吗？啊？像，真的很像。真的像啊！감사합니다。像来自星星像来自星星的你呀、你看你这张脸，画成像大猩猩一样啊！你以前变懒猪，现在变大猩猩，你受了什么刺激啊你？还不是因为你喽？我刺激你？你不是叫我振作起来，我就改变自己啊？怎么样？振作是好的，改变也是正确的。不过我觉得你太奇怪了。我哪里怪了？怪呀、什么不怪？你从头到脚都很怪啊，尤其是你的声音啊，你凶巴巴对我，我还有点习惯。 Shut up 啦！你干嘛那么贱啊？对，就是这样啦。就知道你喜欢搞变态。有些人就是喜欢人家对他凶，他才会觉得过瘾。我的屁股啊！你干嘛打我屁股啊？啊！你不是喜欢人家这样对你吗？你真的是变态啊你！我分。哇，好甜哦！当然甜啦，因为我是小甜甜。开玩笑。开什么玩笑啊？这是马努卡honey，很贵的，是我特地买给你的。幻觉啊，肯定是幻觉啊！惨了，一定是烧坏脑袋了。没有啊，那 confirm 100% 是幻觉啦！明明是发高烧，发到不清不楚，却以为自己没有发烧。 Honey，再来一口。你叫我什么？ Honey 呀！哇，那肯定是发烧发到不清不楚啊，肯定是幻觉啦！发烧发到40度以上啊！冰！快点拿冰水给我！你又跑去哪里？我不要！大哥，你干嘛？我还好是在做梦，吓死我了！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呢？真的是，哎呦！你们怎么又吵架了？算你没事吧？
我有什么事啊？最多做了个噩梦啊！倒是你们啊，不要有事没事就吵一圈。他想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就让他去吧。怎么可以的事？一个是我侄儿，一个是我还没有结婚老婆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家里？让左邻右舍知道，真的我差点吐血，懂不懂啊？所以，我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。神啊，刚才你是气到晕倒的啊！哎呦啊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发达！发达啦！傻大，你省点力啦，不要再叫啦。他哪里还有脸留在这个家？哎呀，真的啊，亏我好心啊，买榴莲回来给他吃，希望以毒攻毒，让他病快点好起来。周发达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势不两立啊！耳朵怎么这么痒啊？哇！又发烧了。你是发烧，骚货的骚啊！你这是大狗熊啊！当了大律师之后，整天讲 English， 你的华文退步很多了。骚货是用在女人的身上的。他是骚货，你是贱货。人家说朋友妻不可欺，你连叔叔的妻子你都搞。哎，你真的下流到一个极点，你知道吗4点。你问我几点嘛，我就回答你4点啊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这根本就是一个玩笑。玩笑？那个欧金轩就是看我不顺眼，要我提早离开，所以搞这种贱招啊，你知不知道？明明就是你自己贱，还要怪别人。你这种男人最可恶了，你知道吗？明明是自己起了色心，还要怪别人勾引你。你说过了没有啊？你第一天认识我啊，我大哥大周发达是你想象中的这种人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喂，大狗熊啊，你不知我的心，那谁知我的心啊？你和我呢是有心灵感应的。谁跟你有心灵感应啊？你13岁的时候暗恋一个小男生，是谁先知道？是我啊！你在18岁的时候又暗恋一个男生，还是我先知道的。这种就叫做心灵感应啊！你想想，你伤心失意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很快就出现？那是因为我感觉到你反常的电波，还有你的负能量。那你是不是要说，你把欧金轩压在沙发上，那是因为你失去平衡呢？那，还说没有心灵感应？我想要说什么你都知道了。你还想说，他拼命的拉住你，拉扯你，你拼命的反抗，结果就失去平衡？哦 ，yes 啊，我们简直就是啊，心有灵犀啊，一点通到极点啊！哇，你干嘛会打我啊？人家说知耻近乎勇，你不知耻还硬凹。耻上加耻，我打你都嫌自己手脏。这一下怎么一点感应都没有？开饭了，你们在等我啊？诶，饭菜呢？哎呀，小女，我不是给你钱去买菜、买米、买肉的吗？哎呀，我都忘了，原来你们在等我解释啊！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！你们眼睛所看见的根本不是事实，你们所看见的就是那1秒而已。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，你们根本不知道啊！那你现在说说之前所发生什么事情？之前所发生的事啊，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啊！就是那个时候呢，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了。你也觉得好笑对不对啊？好笑加可笑。如果你是编剧，全新加坡观众肯定骂你啊！这种烂剧本你都写得出来，哼！是不是？我就说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。鬼在！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。没想到你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。哇，阿妈，我们做了30年的婆孙，你连我都不相信啊？没错，我们俩做了30年的婆孙，没想到养出你这个无良的孙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没有你这个孙子。哇，阿妈，为了这一点小事，你跟我划清界限啊？你也太绝情了吧！小事，
你说这是小事？这如果是事实的话，就不是小事啊。但是如果不是事实的话，那就是小事。够了没有？哎呦，都抓奸在床了，还说什么？什么抓奸在床？你不要乱说话。不能乱说，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事了，还你解释那么多干嘛？走了。喂，欧金轩啊，你别玩这么大，你玩这么大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没有好处才是真爱吗？你找错对象了。他能坚持到今时今日，不管你有多可恶、多现实，都不会改变对你的感情，那才叫真爱呀！谁稀罕啊？你不用管他的啦，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再跟你说清楚啊，你最好不要挡着我追求幸福啊！你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，像你那么窝囊的男人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嫉妒我们，清楚吗？老叔，说话啦！哎呀，还说什么呢？你们走了走了。说你正在努力，拼命做男儿当自强，拼了命要做一个比王飞鸿啊、叶问啊更强的男人。怎么做呢？如果你是男子大丈夫的话，就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好好照顾我优米啊！还有什么哈？我跟你有仇恨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！我和你有仇恨，就是跟你有仇恨。老叔啊，你中计了，你中了调虎离山啊，不是，是挑拨离间之计啊！不要浪费时间了 ，Let's go。喂，走了走。喂。你们走了以后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了。我死了以后你也不要回来上香啊！老叔，你有没有把我的电脑给他用啊？什么时候来问这种东西？你回答我啦！又怎么样啊？哦，原来如此。走啦！好啊，欧金轩，人家说啊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根本就不是明人，你是奸人啊，专做一些偷鸡摸狗、卑鄙无耻的事。竟然趁我病得不清不楚的时候，偷开我的电脑，偷看我的秘密。你都说是秘密了，怎么会那么容易让我看到呢？那叫做百密一疏。都是天意啊！天意什么天意啊？天意注定我们在一起。哈哈屁！我知道你喜欢的是那个张伟雄，可是我哪里比他差？论样貌，论身材，我哪一点不如他？你3点不如他，死变态！你才变态啊！我说了3点是：第一点，你心地不如他，他心地善良，你心地恶毒；第二点，你努力不如他，他从小努力读书，力求上进，你呢，大懒虫一只，只想要一步登天，不劳而获；第三点，你孝顺不如他，他爱惜家人，关心家人，你呢，对家人冷酷无情啊，连自己的儿子都把他当成是累赘。你把他当女神又怎么样？现在你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色魔。你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那么阴险狡猾，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啦，我只想你亲口说出来而已。好啊，那我就说，周发达，我对你的人没有兴趣啊，你送给我我都不要啊。我有兴趣的是你那些股票，什么 Orange 啊、Arbit 啊、Sugar 的股票。欧金轩，你果然不是人啊，你只是一只蟹。啊？你是一只蟹啊，而且不是斯里兰卡的大螃蟹，也不是北海道的帝王蟹，你只不过是一只见到有壳就赚的寄居蟹。你本来想要赚那个大富豪的壳里，没想到美梦成空，只好先站到我那可怜的老叔身上。现在又想借我这个壳上市啊？好啊，那你的壳给我了。如果不是看在我老友你老哥欧金光份上，我早你就想怎么样？如果我哥知道你强奸我，你说我哥会怎么样？什么？什么从通奸变成强奸了？强奸还是通奸都是我说的，反正那时候屋子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我们看到了法庭之后，法官是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呢？哇，你这个女人真是够毒啊！那些钱，我可以建好几间山区医院和学校，我绝不能让一个欧金轩砸了我的计划。王小波，哎呦，想要吓死我啊！你在跟鱼打麻将啊？打你的死人头！我看这些鱼啊，看到都要睡觉了。那就回去睡觉啦。我也想啊，可是啊，我得看着伟雄他妈。麻将婆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你才过分呐！我担心我媳妇
忍着麻将不打，一早就跑来守在他身边，你还说我过分啊？原来你不是来监视他的。监视你的头。伟雄说啊，那天佳慧跑出去，差一点被一个臭男人骗走了。我知道啊，那个男人最后被抓去警察局了。真是黑心肝、坏赌肠，连痴呆的病人都不放过。他下雨打雷最好不要出门，要不然给雷劈成2半了。哇，麻将婆，你不止打麻将天下无敌啊，做人啊也没有人可以跟你 fight。就是这个坏蛋害的。伟雄啊，被吓到了，他说啊，要把他们送进疗养院呢。哇，没有搞错啊！没想到这只大狗熊那么冷酷无情的事情也做得出，啊，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你不要冤枉他，你都不知道，他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，有时候啊回到家里已经11、12点了。你说他哪有时间和精神去照顾他妈呢？说的也是啊。你不要以为我们家慧痴呆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啊，他除了记忆力比较差之外，其他都很正常。他常常怕我吃不饱，有时候我冲凉慢一点出来，他就会敲门，怕我在厕所里面跌倒。人心是肉做的，你说我能让他进疗养院吗？当然不能啊。所以啊，我对伟雄拍胸口说，佳慧就由我来照顾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我的媳妇进疗养院的。哇，麻将婆！要死啊！打得这么出力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，太感动了，麻将婆。哇，麻将婆，你干什么？我在看你啊。神经病！奇怪你，奇怪什么？你变了，麻将婆。嗯？你本来是面目可憎的，现在变得有点老可爱了。可爱你的头啦，走开呀！哎，大哥，现在媳妇和家婆的关系可以那么好了？时间到了，放工了。还有10分钟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肚子饿死了，走了走了。人的感情就像双向交通，有来有往。哎，大哥，慧仪的女儿哦，跟你是不是男女朋友啊？是吧？你对她有意思啊？她这样漂亮，如果可以做我的女朋友，该多好啊！别做梦了，想都别想啊！去钓你的美人鱼了。做梦就做梦，美梦也可以成真哦，美人鱼哟。慧呀，你要吃什么啊？哎，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啊？妈，娟姐的店就在楼上，我要去找娟姐。哎呀，找什么找？都说她出国吃风去了。走了，我们去吃东西了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出国？阿明出国，阿康出国，娟姐也出国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新加坡人哪一年到头都出国吃风去的。那，我叫你跟着我，你就要好好的跟，不要说走就走，说停就停。你再这样惹麻烦了，伟雄会把你送进疗养院的。要送我去疗养院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妈，我不要去疗养院，我不要去疗养院，我不要去疗养院啊！妈，我不要去啊！好啦，只要你不惹麻烦，就不会送你去疗养院的。好，我不要惹麻烦，我不要惹麻烦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妈，来，你坐下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我是要吃卤面，不过啊，每一次都排长龙的。没关系，我去帮你排。你知道什么地方没？知道啊，虾面嘛哦，虾面。哎呀，我要吃卤面，不是虾面。卤面我懂。哎呀，算了，
我自己去买，你坐着。不要啦，我去买，我去买。哎呀，叫你坐你就好好的坐着。买多多吗？今晚开彩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要1000万的大奖，我都没有时间去买啊！哎，几个？我也要。你不是说不要的吗？我以为他是卖 T 恤的吗？我要这2张。哎，这张我先选中的。以为包中了，要就给你了。多少？10块。哎，我这张多少钱？5块。哇，3块变5块，很好赚呢。就这张，要不要？20高给你，10块而已。包中啊，包中我就买。哎，好好的坐着，不要乱跑啊，记得啊。要不要买？多多，今晚开彩1000万。1000万这么多钱啊？要不要发财？要啊。要发财就买咯。哦，10块，10块。10块。那。祝你好运哦。哎呀，有人跌倒啊！有人跌倒了！有人跌倒了！跌倒了！没事没事，就走。要不要走？妈。跑去哪里啦？肚子饿吗？有一点点呢。那找东西吃啦。啊，不用啦，还是等你姐来吧。不要了，她是我姐啊，不用这么拘束的。哎，没关系啦。哎，那个是不是她？她好漂亮，好有气质哦。气质，这种人整天只会摆张臭脸。在女朋友面前说姐姐坏话，找死啊你！你看，不只会动手，还会动手。你好，我是张伟雄。你好，我是 Bonnie。服务员，给我2份 A 套餐。3份好了。叫厨房快一点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。你很饿啊？当然了，等你这个大律师等到肚子饿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从 office 赶来，路上堵了一会车。没关系。我对他疲劳轰炸，每天给他发10个简讯，他才勉强让我跟你见面的。看，知道他有多烦了吗？烦死人了。不要这样跟姐姐说话啦。你们2个是同学？啊，不是。我哪有什么资格啊？人家高材生，我连野鸡大学都没有毕业。你是读哪一科的？工商管理最后1年。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？Hello， 怎么旁问真人啊？我好奇嘛，像宝妮这么乖巧的女生，怎么会看上你啊？虽然伟康都说他是个烂人，可是他是我认识最好的人。哇，哎，这是我这一辈子听到对你最好的评语哎。他还是我的英雄呢。我没有那么伟大啦。那天晚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有正义感起来。其实那晚被那3个人围殴的时候，也不是没有后悔过多管闲事。我又不是什么真正的 Superman。其实伟康从小呢，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男生。他每次看到同学被欺负，都会挺身而出的啊。只是苦了我妈，常常要见训导主任。宝妮啊，谢谢你。啊？这家伙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认真的在过生活。伟康其实从小就很聪明的，只是他有个毛病，每次遇到什么困难，他就会想要转弯走捷径。其实只要他改掉这个毛病，他就会变得……干嘛呀？一直念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你姐说你就听嘛。听。
认真点。好，认真。算了，我训他的话他都会背啦。Bonnie 啊，你给伟康多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他不只能够证明他有小小的正义感，而且他会给你过上好日子的。好了，不要讲了，烦死！奇怪，为什么食物到现在还没有来？喂，伟雄啊，我是百万嫂，百万嫂，就是在 Open Airport 小贩中心。哎呦，你很啰嗦嘞！哎，熊啊，我和你妈来小贩中心吃饭，我说我要吃卤面，她说她跟我买，可是啊，卤面和虾面她都分不清。你能不能够长话短说啊？我回来的时候，就见不到她了。啊？不见了？救护车？妈，熊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？没有。熊啊，你不要生我的气，你不要送我去疗养院，我不要去。什么？你要送妈去疗养院啊？康啊，你回来啦？妈，是不是有人要送你去疗养院？我不记得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送你去疗养院的。你可以弄清楚整件事情再来讲吗？不够清楚吗？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，为什么妈会这么害怕呢？我没有说要送妈去疗养院，我只是跟阿嬷提了一下而已。你跟阿嬷提还不是一样？证明你有这样的企图嘛？伟康，你别这样。听我说，如果你敢送妈去疗养院的话，我真让你好看。你耍什么流氓？这里谁都有资格质问我，就是你没有。说什么啊？你想把妈送去疗养院，为什么没有资格质问你啊？因为你不负责任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你知不知道家里发生了多少事？妈曾经有一次跑了出去，在外面迷了路，差一点被一个陌生男人带回家。我工作忙起来，有案件在庭审的时候，甚至会忙到晚上1、2点。阿嬷年纪大了，照顾妈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。你以为我想把妈送去疗养院吗？我也是在别无选择之下才做出这样的打算。你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？你有负起照顾妈的责任吗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你们不要再吵架了。熊啊，我以后不会再惹麻烦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妈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我们不应该在你面前吵架的，对不起。妈，回来了。妈，你有没有事啊？哎呀，给你降一下，没事都变有事了。我不是叫你好好坐着，不要乱跑。哪里知道我买了卤面回来，你就不见了。阿妈，不是这样的，妈听见有老人家跌倒，她以为是你，就跑去看啦。结果对方满脸是血，她就误以为是你啊。救护人员也错把她当成是伤者的家人，所以就把她叫上救护车啦。怎么会这么乌龙？阿妈。阿康，哎呀，你去哪里啦？怎么不回家？不想阿嬷了啊？想啊，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没事了 ，OK， 我回来了，可以吗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他是哦，进来。妈，她是阿康的女朋友，他们一起从国外回来，她叫叫伯尼啊。摩尼。她身材很好嘛，为什么叫摩尼呢？什么意思啊？等下跟你讲。熊啊，不用泡茶了，年轻人啊喜欢喝汽水，冰箱里面有汽水啊。妈，你为什么要把我要送妈去疗养院的事情告诉她？哎呦，
我只是一时口快说出来。放心吧，没事的，佳慧一下子就忘记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他特别担心或者害怕的事情，他会记得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会小心的，以后啊，绝对不会再说了。哎呦，什么事？怎么了？这衣服有针啦！是谁放的啊？还不是你，东西乱放。哇，那你有吃到啊？哦，没有。那屁股有吗？对不起啊，没有跟你说我家里的事情。本来打算跟姐吃完饭后就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你，现在好啦，都不用跟你说了，自己都看到了。没有吓到你吧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你应该从小到大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吧？这一带呢是我们的政府租赁组屋，只有最穷的人才可以在这里租用，而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。环境阻碍不了一个人的成功，就像你姐一样啊，现在也是个成功的律师。我跟我姐不一样嘛，就像她说的，不管碰到什么问题，我只会选择逃避啊。那你就不要再逃避啦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陪你去面对。女朋友嘞？挺漂亮的嘛，而且一点富家女的气势都没有，怪不得你会爱上她啦。刚才你送她回家的时候，我从窗口看见啦。我也给她看见了。啊？本来不想让她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的，可是她刚刚来我家，什么都看到啦。那是怎样？你被她嫌弃啦？她才不会嫌弃我嘞，她还说以后万一碰到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。哇，那张伟康你捡到宝啦！有他跟你一起面对，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听说过咩？钱是万能的。我是不会用他一分钱的。那你在苦恼什么？哎呀，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了。张伟康，你就承认了吧，你是在担心你跟Bonnie的将来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觉得很 lost 了，觉得跟他的距离有点远，也难怪你啦，人家是富家女，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踏进祖屋区一步，更何况是我们这种租赁祖屋啦。哎，我们那座老古董的电梯有没有吓到他？然后他踩进去之前有没有迟疑一下？他可能会说 "I'm OK， 我没有被吓到。虽然我是千金小姐，可是我也是很 heartland、很 down to earth 的。可是你相信吗？你们还是尽早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刚才说的一句话，我就觉得你根本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啊，还是早分早好吧。我说了哪一句话啦？你说我是不会拿他一分钱的。那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句话已经暴露了你的自卑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如果我用他的钱的话，这才是无耻。OK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为什么要分你我呢？他的钱就是你的钱，你的钱就是他的钱嘛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？哎，你小孩子，你不懂的了，不要管我了。我懂，只要你拿了他的钱，你就瞧不起你自己，对吗？啊！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。你放屁啦你！难道不是吗？你要努力多久才能够跟人家平等啊？你自己也说了，人家的老爸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而她又是独生女。除非你是另外一个马克扎克伯，不然你要努力几辈子才能够跟人家平起平坐啊！你在他的面前永远会觉得自己矮了一截，而且还会越来越自卑。而他呢，为了让自己遮掩锋芒，他会显得更加平凡。你有没有看到他今天的穿着？普通的 T 恤，普通的牛仔裤，连鞋子都是普通的帆布鞋。可是他还是有一样东西穿帮了，就像狐狸不小心露出了尾巴一样。什么东西啊？他那只表咯，这样一只名牌表至少要6万块吧？ 6万？不可能啦，伯妮不是这种 show off 的女孩子啊。
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啊。也许是他生日的时候，他爹地买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他也未必知道价值。那个不是大家熟悉的品牌，是我经常带酒店的客人去买名表，所以我才很清楚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讲了啦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拼命想增高，另外一个又尽量矮化，两个人多辛苦啊！所以我的结论是，你只能把她当女神，不能把她当女朋友。关美玉，说够了没有？说够这个闭嘴啊！你以为是我想说的吗？我也是被逼的啊。他听了你的当头棒喝后，有没有大彻大悟？大彻大悟倒是没有，大发脾气就有，害我被他骂多管闲事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你干嘛那么多管闲事啊？人家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关你屁事啊！你根本就不了解张伟康这个人，他这个家伙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，也可能因为不能再爱，做出极端的事啊。搞不好来一个玉石俱焚，哇，真是大事不妙。哎，等等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玉石俱焚啊？你以为华文水准那么差吗？我现在多数接待的都是中国客人，我的华文程度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，OK？ 啊，那太好了，我就不用浪费我的口水。你说的是没错，那家伙有时是有点极端，是有这个可能。只可惜你功力太浅，没有办法让他一言惊醒梦中人。看来事情不妙了。那你干嘛不亲自出马？都还没到大结局。什么大结局啊？像我这么重要的人物，当然是要等到大结局的时候出现，把事情摆平嘛。什么都是你说的，明明是一只普通的表，也可以被你说成是6万块。什么普通的表啊？那个千金小姐戴的是复杂功能大师系列腕表，山问报时万年历，恒星轨道是陀飞轮，蓝宝石水晶玻璃，全球只有18只啊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返璞归真，平凡中见真章。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哈哈哈！你现在才知道我大哥大，天上地下无所不知啊！大哥，吃饭了。来吃饭！哎，来，大家吃饭了啊！啊，才2菜1汤啊！到底懂不懂得礼貌啊？是你硬跑过来我们家吃饭，嫌东嫌西的。我以为我像 VIP 一样嘛，丽姐，最起码你蒸一条鱼啊，卤猪脚的什么？哎，那要不要开罐鲍鱼给你吃啊？有就最好啦。那没有，你是不是不要吃啊？你也不是啦，既来之则安之嘛。我的人很 flexible 的，我可以大鱼大肉，也可以简单小菜。请你吃饭那么多话讲，真的是人心不足。谢谢丽姐，你赏饭吃啊。不过丽姐，你能不能啊，好人做到底啊，送佛送到西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今晚能不能让我在你的客厅里打地铺？不行。哎呀，丽姐，你就可怜我嘛，我无家可归啊。你无家可归关我什么事？大哥，你为什么无家可归？哎，别说了，说来话长啊。先吃饭吧，来。喂，你是恶鬼投胎呀？拿那么多？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。啊，这么惨啊！不要去管他，让他吃个饱，到时就不用跟我们抢蒸鱼吃。哦，妈咪的蒸鱼还在后面。哇，你们真的是够狠啊！原来还有好料在后头啊！来，那我们分享一下哈！哎呀，咦。老婆，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小英有点怪怪的？就是啊，你看他好像跟榴莲有仇哎，劈榴莲的样子好像劈仇人一样啊。你今天讲话就要小心点，不要惹毛他。抽口完好了。叫你了。小心点啊！小英大哥，什么事啊？哇，现在什么问题？啊？
我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没有问题，叫我小英大哥。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要把我炒掉？没有啦，你没有做这事。不是啦，你表现这么好，我们怎么会炒你鱿鱼？我只是要他改掉臭苦的老毛病啊。还有东西要做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那我先做啊，你们打扫啊。老婆，你没有去看多多开采了没有啊？你要死啊！说再赌就砍手指，你还敢去赌啊？不是我买，是你买，你叫我排队啦。对呀，多多1000万我都忘了。哎，小英啊，你有没有买啊？有，我有买 System 8。哎，开彩了，开彩了！希望可以赌1000万。哎，我念啦，第一个中奖号码8，有没有？我一个8都没有啊。我有啊。接下来是18。哦，18我也有啊。接下来什么号码？28。哇，我有28哦。他真的有28哎，接下来不是38吧？就是38。哇，是42。哎，Honey， 我帮你叫了 Espresso Double， 不加糖的哦。你真够体贴啊，让我苦上加苦啊。吃得起苦，才天无绝人之路吗？天无绝人之路是对的，但是你自己啊，老是往绝路上去，就算老天也帮不了你啦。你少为我担心。Honey怎么样？想清楚了没有啊？我想清楚了，这个世界有什么比亲情更珍贵呢？你说的对，很多人都说亲情比海深。你阿妈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，现在是享清福的时候了。如果你强奸的事闹上法庭，搞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一定被你气死了。还有啊，你那个没有出息的老叔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你干嘛要让他担心呢？对吗？哇，吴敬轩，原来这些道理你都懂啊 Of course， 我是有心肝的嘞。是，你是有心肝的，不过你的肝呢是黑色的。少废话了，周发达，把你的股票全部给我。你自己都说了吗？亲情那么重要，你要那么多钱来干嘛？你都没听我说完。亲情虽然是珍贵，但是没钱的话也很难维持下去的，所以才会有讲钱伤感情就去至理名言。在金钱面前呢，感情有时会有些脆弱。不过我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比较重视亲情。你会那么想就对了啊。可是不要可是啦，那么啰嗦，爽快一点呐。可是如果没钱的话，又万万不行哎。能不能你一半我一半，感情不散？你半个屁！我跟你有什么感情？我跟你说，要跟我讨价还价。如果真的把股票给你的话，你真的会在我阿嬷还有我老叔面前还我一个清白啊？当然啦，我说话算话的 ，OK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万一你说我做贼心虚，拿钱来盖你的嘴巴，那我不是跳进新加坡河都洗不清？周发达，你现在除了相信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哈？那倒是。喂，电话响啊，赶快听一下啊，很干扰哎，来听一下。哎，是你大哥找你啊，一定有重要的事情，赶快接啦，我需要2分钟来想。哎呀，什么事？我在谈判呢。妹啊，老叔是不是中多多啊？什么？1000万？被放在不同格子、不同位置，命运本就不公平，每个人有各自难题。我信我可以，虽然没天生好命，也要拼个出人头地。